嗨大家，去瑞典之前我都不知道下载什么 app， 所以到了当地之后，第一个遇到的问题就是我要怎么从机场到市中心。第一个就是我的火车票要怎么买？那我可以买学生票吗？那到了当地我可以订外送吗？这集我整理了一些我在瑞典生活半年常用的 app。如果你也准备要去瑞典旅游、交换或留学的话呢，这集一定要看到最后。app 会包含订飞机、搭车跟订外送。那我们就继续看下去。第一个呢就是 Skyscanner， 是出国旅行不可或缺的一个工具，它可以帮你比价各大航空公司的机票价格，支援不同城市和日期的筛选功能，非常适合自由行的族群。只要输入你的出发和抵达的城市之后呢，就会显示不同时间和不同航空公司的比较，你能在那边选到最适合你的选择。在确认你的航班时间和航空公司之后，你可以在官方的网站比较在哪里买的保障比较多，或者是价格有稍微的差距。那像是我会喜欢用 SAS Scandinavian Airlines 的官方 app 去直接得到登机通知、电子登机证和航班的动态，有时候有延误的资讯也可以马上拿到。那 SAS 呢，常常也会有学生专案和早鸟优惠，所以都可以去确认是不是有便宜又划算的机票。再加上如果你常常飞的话，也可以累积里程数，让你的下一段旅程可以有更优惠的价格。那在欧洲周游列国的时候呢，我一定会先打开 Skyscanner 去寻找有没有漂亮的价格，再确认我要什么时候出发，然后看日期有没有办法配合到那一段优惠的时段。通常我都会先看完机票跟火车票，再来决定说那我这趟旅程要搭飞机抵达呢，还是要搭火车？因为有时候搭飞机甚至比搭火车还便宜。但是要搭飞机的话呢，就是注意不要带太多的东西，基本上一个人要么就是一个后背包的容量，要不然就是一个登机箱的行李空间。所以记得就是不要带太多东西在你想要出去玩的时候。飞行途中基本上是不供餐的，有一些航空公司会提供咖啡和茶，如果要水或餐点的话，就要另外再跟空服员购买。第二个呢就是 SJ 瑞典国铁。 SJ 是瑞典主要的铁路系统的 app， 当然也是你的旅行好伙伴。app 可以让你查询时间表、购买火车票、选择座位和接收一些延误的通知。那查票也是在里面会有个 QR code， 也直接给验票人员扫 QR code 就可以了。app 界面呢其实非常简单使用，而且也支援用英文使用，所以对外国人算是友善的。瑞典的火车基本上是准时而且是舒适的，他们上面都会有垃圾袋，所以记得就是如果你有吃东西的垃圾或者是使用的卫生纸，就可以直接放进那个袋子里。那你可以在这个 app 买到要前往哥德堡、乌普萨拉，甚至是挪威的 Oslo 的票，都可以在 SJ 买。通常的话，提早购票都会比当天买便宜一点，但也可以注意有没有 last minute ticket， 就大概是出发前的24小时，可以看一下有没有在特定的不同的路段有不同的优惠。那下飞机要从奥兰达机场出去到市中心到各个城市呢，就是用 SJ 买票。那你可不可以买学生票呢？基本上你还没有得到官方的学生证或者是欧洲的学生证的话，你可以买的就是 Youth Ticket， 这样才不会被查票的时候没有办法给验票人员看那个证明。第三个呢就是 SL， 如果你要前往斯德哥尔摩呢，这个 app 一定要下载，因为 SL 负责整个大斯德哥尔摩地区的地铁、公车、渡轮和通勤火车系统。你可以在上面直接查询班次、规划路线，也可以直接购票和储存电子月票。对于刚到瑞典不熟悉路线的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使用的一个 app。那它基本上都是一个区段时间票，能帮你避免坐错车或是坐错边的一个问题。那如果真的不小心坐错车或坐错边的话，你还是可以在时间内返回原点，然后到你的目的地。这个期间就变成是你就刷同一个 code 就可以的。SJ 的系统基本上是高度整合，所以你可以在这里体验一下北欧地区比起欧洲大陆有效、高效率的一个铁路系统。如果要购买学生票的话呢，记得要先在 Messenger 通过注册验证，帮你有效的去节省交通成本。因为在北欧要移动真的是成本蛮高的，有月票或者是一日票能让你减低每天行走的距离，特别是在冬天，车上都会有暖气，让你可以在车里休息一下。加上如果你不知道，斯德哥尔摩的地铁站也是有名的观光景点，在有一些车站都有漂亮的艺术装饰，非常值得你下车去看看。下一个呢就是 Aurora。如果你计划在冬天去北极圈追极光的话呢， Aurora 是一定要下载的 app。
这个 app 呢，它会提供全球极光即时的预测资料跟出现的状况，包含 KP 指数、云量预报和最佳的观察时间与地点。app 也会根据你所在的位置，在极光出现几率高的时候跳出通知你说可以出门，或者是到光害比较少的地方追极光。很多去 Kiruna、Abisko 或者是挪威 Tromsø 的人都会用这个 app。交换的时候呢，我们住在的是瑞典的中部，所以是蛮有机会可以看到极光的。而距离我们宿舍呢，有一个10分钟走路路程的一个结冰的湖，每次只要跳通知，我们就会一群人穿着外套，然后赶快冲出去追极光。虽然很多次都因为多云而没有看到，但是和大家一起冲出去的过程也让我们的感情更好。在结冰的湖上面跑来跑去也是蛮好玩的。最后真的有一次也出现极光。第5个呢，外送平台在瑞典比较普遍的是 Foodora， 比起 Uber Eats， 这两个界面基本上都是差不多，只是在瑞典比较多的地区都是 Foodora 会通的。如果你要用 Uber Eats 呢，基本上我只有看到在斯德哥尔摩或者是在哥德堡稍微可以使用，就是在你不想煮饭然后读书很累、天气很冷的时候才会订餐，或者是和朋友就是一起要买披萨的时候才会订餐。那在台湾用过 Uber Eats 的人就知道，就是觉得这个外送费是非常的高，跟你出去吃餐厅是差不多的价格。所以如果不是有这种大型的活动、集体活动，我们很少在订餐。离我们宿舍只有5分钟的距离就有2家超市，所以我们有很多选择可以去超市自己买或者是自己煮。在瑞典交换的时候基本上是不太常用这个 Foodora 的 app， 但如果你有需要当然可以下载。下一个呢就是 Temu， 就像在瑞典的虾皮，这个购物平台呢算是价格便宜，然后种类多样，你想得到的基本上都在那里找得到。那因为瑞典的物价比较高，所以有时候你如果可以在这个平台上面找到的东西会比在实体店买会便宜一点。要注意的点呢，就是它的运送时间可能会比较长，所以要先有心理准备，它不会很快的就送到你家。如果要快速抵达的话，基本上用 Amazon 会比较好，但也是需要3到5的工作天。领货的话呢，基本上在各个超市都会有可以领货的一个柜子，你会收到一个简讯验证码，只要输入那个号码之后，锁就会打开，那你就可以直接取货。还有另外一点要注意的就是，建议你可以申请一个当地的电话号码，像瑞典就是+46，然后你的电话号码在超市就可以买，因为这样子你在注册的时候比较不会有问题，而且领货的简讯呢也可以直接送到你的手机上。第7个呢就是 Tier 和 Ridemovi， 在瑞典城市常见的共享交通工具，包含电动滑板车跟共享脚踏车，特别适合你是短程的移动，跟台湾的 U-Bike 和 Olu 一样。下载之后绑定信用卡，你就可以扫码使用。那要注意的就是呢，瑞典有一些城市对于滑板车停车区域有管制，所以你要使用之前最好是在 App 上面先用地图搜寻一下你的停车区域是不是可以被接受的。关于你要骑电动滑板车、脚踏车，或者是你要搭公车，基本上会是以天气来选择。冬天的话呢，真的建议你如果有月票的话，就是坐公车会比较舒服，因为车上有暖气，然后你也可以休息一下，不用一直找路。如果是夏天的话呢，你可以骑着车去各个街道上走一走，看看建筑，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只是有一次大概在3月的时候，我在 Uppsala 骑那个电动滑板车，因为我不太确定路程，加上我又忘记戴手套，所以真的有点冷。因为它是以时速去算当次的价格，所以在不知道路的状况下，我不小心花了一点点的钱。如果你有月票的话，还是搭公车会比较快速，只是说可能要配合一下公车的时间是不是在一个好的区间。第8个呢就是 FlixBus， 如果你是喜欢在欧洲低成本旅行的话，这个 app 是一个非常好的高 CP 值的选择，提供从瑞典出发到丹麦、德国和挪威等等的车，票价便宜，有时候只需要10欧，大概就是300块台币，你就可以到邻近的国家。app 呢可以及时查询车次，然后路线跟购买车票，是背包客和学生的最爱。车里面通常会有 WiFi 跟充电头，虽然比飞机慢，但是环保、便宜又方便，所以特别适合就是短期邻国的小旅行。那在计划出的时候，我们就是先从瑞典飞到荷兰阿姆斯特丹，之后呢就是直接搭 FlixBus 到比利时的布鲁塞尔，然后再到法国的巴黎。
跨边境的时候呢，有时候会需要下车出示护照给海关检查一下。那每一趟旅程，像我们从阿姆斯特丹到比利时，然后比利时再到法国的时候，大概每一次的车程都是4到5个小时就会抵达。票价的话呢，建议你看好就下定，因为这个 app 的机制是只要某一个查询的热门度变高，那它的票价就会跟着提高。所以如果你确定了就赶快买，要不然一直查询只会让你的票价越来越贵。再来呢就是 Bolt 是在欧洲地区流行的计程车的 app， 它通常比其他计程车系统或者是当地计程车还要便宜，而且也支援线上付款跟即时叫车，所以如果在深夜移动或者是行李太多的时候，是一个好的选择。在瑞典搭计程车呢，除非你在斯德哥尔摩，你可以直接用 Bolt， 要不然在其他小的城市呢，可能就是要去查询当地的计程车系统。Bolt 在欧洲地区一些城市其实非常实用，像我们有一次在捷克布拉格的时候，我和我朋友发现我们2个人搭计程车居然比搭公车或者是地铁还便宜，那我们就毅然决然的决定要搭计程车前往我们的饭店。加上布拉格又是历史的老城区，所以地板呢都是那种一块一块的砖块，对行李箱非常的不友善。所以呢 Bolt 就是一个很好的运用工具，因为它的价格比较便宜，所以基本上司机是不会跟你太多聊天的，他会好好的把你载到你的目的地，但是你就不要有预期有太高或者是太友善的服务。到新的国家之后呢，可以先查询一下在当地有没有一些 app 是可以使用，然后也是便宜又安全又好用的选择。最后一个呢就是 Mesonen， 是瑞典官方的电子学生证平台系统，所以只要你是在瑞典大学或者是交换学校的注册学生，经过验证之后呢，你就可以取得这张电子的学生证。那在申请交通月票的时候，像 SL、SJ 都是必要的出示条件。除了交通优惠以外呢，时常也会有商品的折扣跟 H&M、IKEA 或者是一些健身房的折扣，对于学生来说是一定要下载的一个 app。非常推荐在入学的第一时间就先下载，因为你申请之后呢，学校那边还是要透过学生会帮你确认才会通过。只要有这个学生证，基本上在瑞典的境内都可以买到学生票。我们经验呢，就是你只要离开瑞典，像在德国或法国，他们对于这个学生票的认证是不认识，所以也是不行的。所以如果你想去，还是要记得带你的实体学生证。如果你有欧盟的那张居留卡的话呢，那张一定要带着，它会比护照更好用。学生证的话呢，就是实体学生证跟我们的系统都留着。好啦，以上就是我在瑞典生活半年最推荐的 app。如果你要来瑞典旅游、交换或者是留学的话，我建议你可以先去查询这些 app， 然后去看你有没有需要下载。之后呢，也会再出一集在欧洲各国旅游一些需要的 app， 像是荷兰啊、挪威各个不同地区、法国、德国需要使用的 app。那今天大概就到这里，如果有兴趣的话，帮我按下订阅。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拜拜。